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在2023年即将结束之际，美国奥克拉荷马州一位名叫威利斯·吉布森的13岁少年，完美破台俄罗斯方块，创下历史纪录，并打到游戏死机崩溃。威利斯将过程上传到 YouTube 后，震惊整个游戏社群，影片迅速获得100万点阅。坐在荧光幕前的朋友，一定有不少人曾玩过这款游戏。随着音乐加速落下的方块，曾夺走无数人的儿童时光。为何这款游戏能突破政治跟文化的隔阂，在前苏联时期成为全球知名游戏，甚至成为任天堂 Game Boy 史上最畅销的游戏之一？本期影片就跟着我们的脚步，一起了解这款经典老游戏，看看俄罗斯方块又能给我们哪些启示。俄罗斯方块是落下型益智游戏的始祖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玩家要想办法消除方块获取分数，并尽可能的维持存活。本款游戏诞生于1984年，开发者是在前苏联科学院电算中心工作的科学家帕基特诺夫。游戏问世后，很快就受到全世界的欢迎，不仅被后世选作最伟大100大游戏首位，更是有史以来第2畅销的电子游戏。俄罗斯方块一雪难侵，最一开始人们只能玩到第29关，但之后随着各种技巧出炉，玩家们不断刷新纪录。2020年，有顶尖的玩家发明了摇杆滚动的成熟技法，重新为俄罗斯方块带来竞技的潜力。但即使如此，俄罗斯方块自问世之初，开发者就没有设定破台条件，既没有最终魔王，也没有破台的奖励。按理来说，这应该属于无尽类型的游戏。然而，这里就要说回本期主角。打破纪录的13岁少年威利斯，早在2021年，威利斯就以化名开始参加俄罗斯方块比赛。之后，他的技巧不断精进。到了2023年末，威利斯在自家卧室连续打通157关，让累计的分数突破位数极限，卡在999999分后死机跳停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全破俄罗斯方块的人，连世界竞技主席都认为不可思议。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，俄罗斯方块既没有故事剧情，也没有魔王与小怪，更没有更新副本。除了一些改动变体的版本以外，多数玩家玩的始终就是40年前那套经典规则。但它的魅力为何历久不衰？在电子游戏大爆发的1980年代，从超级玛丽、小精灵等游戏中异军突起，甚至风靡至今。时间回到1984年，发明者帕奇特诺夫利用闲暇之余，设计开发出这款游戏。起初他并没有设计音乐，一直要到任天堂推出 Game Boy 版的俄罗斯方块 A-Type 模式，才采用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配乐，旋律取自19世纪俄国民谣《货郎》，搭配节奏轻快的按键玩法，迅速吸引一大票粉丝。光在日本本土 Game Boy 版的俄罗斯方块就卖出了424万套，是 Game Boy 史上最畅销的游戏之一。为何这款游戏能跨越国际，走进不同文化种族的家庭？第一个关键就是简单，但也没那么简单。俄罗斯方块非常好上手，对于多数人来说，它唯一的难度就在于速度，也因此游戏商设置前慢后快的节奏，就连第一次接触的新手都有较高的容错率，摸熟操作并培养出成就感。第二点来自游戏的存活方式，想办法填满每一横列，看着一条又一条的横线被消除，将带给大脑一种满足感，仿佛在奖励我们又解决一个问题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俄罗斯方块仿佛塑造了一个世界，让每个参与者随时都有任务可解。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心理学教授汤姆就表示，俄罗斯方块不断给出新的任务，又不断发送奖励，过程中人们陶醉在秩序排列的操控之上，套句现在的话来说，就会获得大量的疗愈感。帕基特诺夫本人也在受访时表示，俄罗斯方块能吸引这么多玩家，另一个关键在于它没有丝毫暴力元素，却充满刺激感，男女老少都会被吸引，再加上一雪难侵的特性，玩得越快越强，心里获得的奖励就越多，也就会在游戏中越陷越深。全盛时期的俄罗斯方块有多红？美国的运算杂志曾用以下这句话来评论俄罗斯方块：这是柏林围墙外最让人成瘾的电脑游戏，如果有工作要做或有约会要赴，那你千万别碰这款游戏。在当时的美国，这款游戏红到衍生出许多都市传说，像有美国小报就曾报道，称俄罗斯方块是苏联的阴谋，科学院电算中心开发这款游戏，目的是攻占美国市场，瘫痪劳工的工作能力。当然我们现在看来会知道背后没那么多阴谋，但由此也可看出俄罗斯方块的热门程度。
如果进一步分析俄罗斯方块让人着迷的原因，这里我们就要引用心理学中的菜式效应。心理学家蔡加尼克偶然发现，餐厅的服务生很容易就记得所有还没上菜的餐桌，然而一旦菜都上完了，服务生就很可能彻底忽略这桌客人。蔡加尼克认为，这是因为人们会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未完成的工作之上，一旦自己认定工作完成，大脑就会将多余的杂讯清空。放到现在，电影或影集的编剧也很擅长利用这个心理学效应，在关键时刻埋下伏笔，或是在结尾制造悬而未悬的感觉，就能有效诱惑观众再看下一集。人们这种喜欢有始有终的天性，会对完整的东西感到满足，而那些残缺的事物就会激起人们想动手整理的欲望。打开 YouTube 上的疗愈影片，排列整齐的砖瓦，小贩在煎锅上用面浆滑顺化圆，就连大力把粉刺挤干净，也都有类似的机制存在。回到俄罗斯方块上，不断落下的方块因为形状各异，常出现难以排列整齐的状态，这时人们就被迫做出选择，暂时把方块排出空格。然而对玩家来说，那个空格不仅是自己亲手造成的缺陷，看上去还特别刺眼，这就赋予了他们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，想靠技术把空格消除，把杂乱不完美的局面重新救回整齐排列的状态。每次我们救回局面，内心都经历了焦急、烦躁跟后续的舒坦与满足，不仅物理层面解决了问题，获得了奖励，内心也从负到正走了一圈，前面有多烦躁，后面就有多舒坦，重复往返这个过程，我们就容易对俄罗斯方块产生好感。与此同时，俄罗斯方块结束的方式也很快速，几乎不会有多少痛苦。在玩到一定程度后，每次开始游戏的前面一大段时间，我们几乎都在快乐地削着方块，直到后面速度加快，我们可能下错了一步，或是等不到想要的方块，之后一慌之下，一个手残就直接顶天。虽然最终游戏结束了，但人们不会觉得自己输了，而且前面累积的快乐也持续在我们心里发酵。总结来说，俄罗斯方块的成功并非侥幸，这款游戏背后有非常多的元素支持它走上世界第2畅销的宝座。在游戏过程中，反复性极高的成就刺激与排列欲望，让全球无数人对它上瘾，不含暴力元素跟语言隔阂，更让它拥有非常广大的受众。这个游戏的成功藏有许多宝贵的道理，值得人们一再探寻。好了，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。最后，我们强烈推荐严选台湾美食与进口精品的电商平台 D-Mark 马克优活。本次推荐年销售量600万份的极品牛肉面，这也是全台唯一进军机场贵宾室的牛肉面料理。此外，还有经过多年研发的各种中西式料理包，一键下单轻松选购，年节期间料理无压力，错过了实在可惜。而我们后续还有更多严选优质商品，将一一陆续推出。有兴趣的朋友，欢迎点选下方链接上线选购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跟 IG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